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8月25日星期一，佛历10月上初二。万象晴转大雨，24到33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510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5基普，跌幅 0.02%。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63.89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5.37基普，涨幅 0.82%。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2977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6基普，涨幅 0.2%。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上周五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440.28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2.63 点，跌幅 0.18%。开盘 1442.91 点，最高 1442.91 点，最低 1438.49 点。成交量49万5700股，成交金额7亿7861万15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790基普，交易量42万9900股，其次是中老证券和浦西开发。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790基普，交易额7亿5896万9000基普，其次是中老证券和浦西开发。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3636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2万基普，跌幅 0.05%。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8月20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882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353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821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一、总理在琅勃拉邦参加米包功德节布施活动。8月23日早晨，总理宋塞西潘敦携夫人及中央高级领导，包括前副总理宋沙瓦林沙瓦、琅勃拉邦省长坎康占塔维苏等，与琅勃拉邦省市领导和当地民众一同在琅勃拉邦市的森苏坎兰寺前参加了布施活动，以庆祝2025年老挝米包功德节。除了在森苏坎兰寺前的布施活动，许多信奉佛教的国内外游客也备好糯米饭、甜食、糕点等，在琅勃拉邦市的各大寺庙和街道上进行布施。布施是老挝重要的文化传统之一，尤其对于琅勃拉邦人民而言，这一习俗世代相传。它不仅是保护和弘扬民族优良传统的重要方式，也是一项旅游活动，让游客能亲身体验和感受琅勃拉邦独特的传统文化。二、国家副主席在沙湾拿吉参加米包功德节布施活动。8月23日早晨，国家副主席本通吉玛尼、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维莱冯布达坎，以及沙湾拿吉省长本乔姆乌本巴瑟等省领导和随行人员，与沙湾拿吉省当地民众一同在大斋胜利寺参加了米包功德节布施活动。除了在大斋胜利寺的布施活动，许多信奉佛教的国内外游客也备好糯米饭、甜食、糕点等，在沙湾拿吉省的各大寺庙进行布施。三、公共工程与交通运输部与万象市签署合作备忘录。8月23日，老挝公共工程与交通运输部与万象市行政部门在万象市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旨在共同推动公共工程与交通运输领域的发展。老挝公共工程与交通运输部部长列莱西维莱和万象市市长阿沙庞通西潘敦共同出席并签署了文件。此次合作旨在解决万象市基础设施和交通领域的关键问题，合作范围广泛，包括道路与桥梁、城市规划与环境、公共交通系统、供水与污水处理、内河运输等相关问题。此外，双方还将在行政管理权力下放和人员能力建设方面进行合作，以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共同促进万象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可持续繁荣。四、副总理对川矿省工作进行指导。
8月22日，副总理沙伦塞贡马西在川矿省行政办公室与省领导举行会议，对该省工作进行指导。会上，川矿省省长本站西冯潘汇报了该省过去8个月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指出，经济增长势头良好，预计全年增长 6%。农业生产得到重点发展，特别是水稻和牲畜养殖。电力和矿产领域也有显著进展。副总理沙伦塞贡马西对川矿省的成就表示赞赏。他强调，省领导需重点关注政治稳定与安全、经济发展、矿产管理以及对外合作。此外，一些企业向川矿省捐赠了 24.2 亿吉普，用于自然灾害恢复。会后，副总理一行还考察了当地的稀土矿开采现场和奶牛养殖场。5. 胡志明小道老挝段被认定为国家遗产。8月22日上午，老挝国防部与文化与旅游部共同举办仪式，宣布将胡志明小道老挝段历史遗迹正式认定为国家历史遗产。老挝国家副主席巴尼亚托杜、越南国家副主席武士应春等两国高级官员出席了此次仪式。国防部副部长约宋银盘皮少将介绍，老挝越南联合勘察小组自2023年底开始，对胡志明小道在老挝境内的历史遗迹进行了勘察，涉及波里坎塞、甘蒙、沙湾拿吉等7个省份，最终共确定了18处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点。这些遗迹见证了老挝和越南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特殊战斗情谊。他强调，胡志明小道老挝段不仅是重要的军事运输线，更是支持越南革命斗争的战略要地，它是两国人民的宝贵遗产。6. 万象市发生5车连环相撞事故。8月24日下午3点20分，万象市西沙塔纳县东沙瓦村发生一起5辆摩托车连环相撞事故，导致2人受伤，一名伤者右脚和手部有开放性大伤口，腿部有擦伤，意识清醒，另一名伤者手臂有撞击伤和擦伤。救援队对伤者进行了初步急救，并将其送往陆军医院。事故具体原因和责任认定仍在调查中。7. 因货车事故堵塞道路，导致众多乘客未能赶上火车。8月24日中午12点22分，从琅勃拉邦开往万象的火车因大量乘客误车，出现了许多空位。原因是琅勃拉邦市诺恩沙尔村附近发生了一起货车交通事故，导致严重堵塞，许多计划搭乘火车的乘客因此未能按时赶上。8. 外国游客在琅勃拉邦普西山坠崖。8月22日上午7点45分，琅勃拉邦省红十字会紧急救援队接到报警，一名外国女性游客在普西山坠崖，导致受伤。这名女性游客为西班牙籍，初步诊断她的左右手臂有大面积擦伤，腰部疼痛，右膝有开放性伤口。救援人员立即将她送往琅勃拉邦省医院进行救治。救援队提醒游客，因为部分路段湿滑，雨季攀登普西山时需格外小心。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